嗨，小伙伴们，我终于把新的视频干出来了。本来只想做一个视频讲怎么开始安卓自动化的，但是怕有些人可能不需要看原理的部分，所以分成了两个，先讲原理，再讲实操。这一期先说一下 Appium 框架的基本原理，如果不需要看的话，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视频。但我还是建议，如果完全不了解原理的同学，那还是看一下比较好。只有对框架有个基本的认识，才不至于稀里糊涂的就开始写代码，出了问题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去找原因。好，现在进入正题。这个是我查阅资料后，按照自己的理解画的一个图。这一期先说一下安卓的。Appium 这个框架本质上是一个服务器客户端的模式，由 Appium 客户端发送请求给 Appium 服务端，然后服务端接收到请求后，把这些数据通过约定好的协议以及通信方式传到手机上，从而让手机执行客户端发出的指令。这个客户端就是我们需要编写的测试脚本，也就是我们要写的代码。不过我们也不是从零开始写起， Appium 本身有提供相应的客户端库，也就是这一个 Appium Client。那这个它本身有提供了不同语言的库，我们要用哪一个就取决于我们用什么语言来写代码。前面的视频我们配置自动化测试环境时，实际上只安装了 Appium 的服务端。写代码之前需要去下载相应的客户端，因为它的客户端有多种，用哪一种取决于你用什么编程语言写测试代码。那我自己的话是用了 Python， 毕竟人生苦短，哪个简单就用哪个嘛。当然了，如果用其他语言，其实也大同小异，只是语法不同而已。然后这里的服务端就是之前我们用 Node.js 安装的 Appium 应用，当然它还包含其他东西，就除了提供那个服务以外，但是这个我就不细说了。至于这个 Appium Settings 这个东西，它是在我们执行测试的时候 Appium 会自动给手机安装的一个用来辅助测试的 APP。这个 APP 通过调用安卓自动化驱动的 API 来达到操作被测 APP 的目的。那这里说的自动化驱动，就是我们之前安装的 UI Automator 2这个驱动。完了之后，被测 APP 执行完操作后，操作结果基本上会原路返回，最终传到我们的客户端。我们的代码再对传回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。这个可以拿浏览网页这个事情来做一个类比。平时我们浏览一个网页，输入网址，就是在向服务器请求，然后服务器返回数据给浏览器这个客户端，浏览器再把收到的数据渲染成一个页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。大体上是一个原理，大家了解了吗？好，这一期的视频比较简短，就先到这里了，下期见。